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最主要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谷歌最近发布的 Gemini 3，就是他们一个最新的一个模型。更准确的来说是 Gemini 3 Pro，就是我们会来聊聊，就是这个模型它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以及我的一些使用感受。但是在开始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对于 AI 的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就我发现到最近我很喜欢在车上的时候跟 AI 聊天，就我发现到它慢慢的变成是一种让我可以做好准备再上场的感觉。基本上我目前为止的使用场景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上我都是可能开车去参加某一个活动，或者是可能开车去见某一个人，或者是可能开车去做某一件事情嘛。一般上我的整个行程都是这样子安排的嘛，所以我就会趁着我在开车的时间，因为什么都不能做嘛，所以我现在会做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会打开像 ChatGPT，或者是像我最近其实有转到了使用 Google Gemini 啦，然后我就会转到 Google Gemini，我就会打开它的这个语音聊天的这个功能，我就会开始跟他聊，就是待会我需要注意的东西，待会我需要准备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一点像是在我遇到下一个人之前，或者是在我做下一件事情之前，或者是我等下去参加某一个活动，他就会先帮我准备好那个对的心态，或者是对的姿态去面对这个东西。我就问他，诶，待会我要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应该要有设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我应该要怎么样调试我的心态，或者是我遇到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样处理？就是我会问他很多这样子的，跟他用对话式的方式来聊天。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到他其实给我更多的是一种力量的感觉，就是还会让我更加有信心，会让我更加的安定，更加的就是不会对待会一些未知的东西有产生一些焦虑感。我发现到这个是他最近带给我的一个蛮大的一个价值，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或者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做的，然后你发现到自己的信心不够的时候，我觉得打开 AI 跟他聊天会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这也是我的一些体验啦。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最主要是聊，就是在刚刚在过去几天才发布的这个 Google Gemini 3。那基本上在这几天的过程中呢，我已经感觉到，就是整个市场上对于这个 Gemini 呢，我会发现到大部分人都是对它赞誉有加，或者是觉得，诶，它真的是有进步，或者是它真的有在某些层面上让大家震惊到，或者是让大家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更新，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我已经可以隐约的感觉到，就是整个市场上一直以来我们都讲谷歌 Gemini 或者是谷歌的这个 AI 团队呢，他们都是属于一个追赶者的一个进度嘛，就是 ChatGPT 永远都是发布一些让大家想象不到的东西，然后 Google Gemini 就是不断的想要追赶它，然后它可能发布的东西又没有到很好咯，之前还被大家笑，就是我们一直以来保持的状态都是谷歌是属于一个追赶者的状态啦，那可能的位置就是大概在第2名、第3名这样子，就是永远 ChatGPT 或者是其他人都会在某些方面赢过它，然后 Gemini 就是一直属于第2名、第3名这样子。但是这一次呢，可以感觉到整个 Gemini 3发布之后呢，大家对它的一些观感啊，或者是对于这整个舆论其实它也有一点点倒转了，就是大家会开始觉得 Gemini 才是那个领先者，ChatGPT 有一点跟不上了。但是 Gemini 最近的这一个发布呢，真的是有震惊到大家，或者是真的是有给大家带来一些震撼，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就是谷歌才是可能会在接下来的 AI 赛道里面持续的保持领先的那一个玩家，而不是 ChatGPT。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啦。那我们今天就来研究一下，就是具体上它的发布了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样的进步，有什么样的功能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它其实有5个方面是进行了更新。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它有一个更强大的一个推理能力，就是其实这一次发布的 Gemini 3，或者是我们可以叫做 Gemini 3 Pro 呢，它很强的地方是它就是一个推理模型嘛，所以其实他们是在推理模型上面有了一些进展。然后再来是它的这个多模态能力呢，基本上我这样子看下来，我会觉得它的这个多模态能力已经是吊打其他的一些产品了，包括 ChatGPT 都做不到像谷歌目前为止的这个多模态能力，尤其是这一次发布之后。所以我们待会会来聊聊它的多模态能力到底可以做到什么东西。再来是它的这个整个视觉化的能力提升了很多，也就是说，现在呢，你能够让它去帮你及时的呈现很多东西的一些模型，也就是说，现在你可以及时的让它呈现出很多的东西，这个是它的一大提升啊。再来就是它的 coding 能力也有很大幅度的提升。就是虽然它目前为止已经是到达了第一梯队的位置啦，在 coding 这个层面了，但是它还是不是最 top one 的，这个待会我们会再聊到。那最后一个呢，是关于谷歌最强大的护城河，也就是 Google Search。这一次的这个新的 Gemini 的模型呢，竟然是直接的套用在了 Google Search 上面，也就是说，他们是真正的想让 Google Search 去做升级，想让 Google Search 能够提供给它的用户更多的一些帮助。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会 cover 到的一些方向。
那我们首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到底这个 Gemini 3呢，它是如何去做训练的？也就是说，之前大家都在训练 ChatGPT 4、ChatGPT 5，或者是训练 Gemini 1、Gemini 2。那到底这个 Gemini 3呢，它的训练模式跟之前有什么样的不同，让它能够训练出来一个能够提升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模型？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模型啦，一直以来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模式的，包括 Gemini 1.5和 Gemini 2呢，它也是使用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模式。简单来讲，就是它就是叫做大型语言模型嘛，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只能够了解文字。所以一般上之前的做法都是他们会用一个外挂的方式让它去，比如说这可能是一个看图片的工具，或者这个可能是一个浏览网站的一个工具，就是他们会让模型去学着调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来帮助模型能够理解这个用户到底在问什么。比如说你上传一个图片给他，他是如何能够看到这张图片呢？基本上之前的做法都是他是完全看不到的，他只能够调用工具，他才能够看到这个图片。这个是之前一直以来整个模型的训练模式，就是我们可以叫做它就是对于文字的一个训练啊，就是把全世界文字丢给他，让他去做训练，让他去做理解，然后他再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变成一个 Gemini 2或者 Gemini 1.5。然后呢，他再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去调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来回答用户的问题，这个是之前的一个模式。那这一次的 Gemini 3呢，它的整个训练架构都发生了一些改变。那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融合了之前两个模型最强的部分，就是之前 Gemini E 呢，它最强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它有一个超长的一个上下文。简单来讲，就是它能够同时间看到很多很多的字，很多很多的资讯，它都能够记住，而不会因为可能字超过了多少个字之后呢，它就会忘记掉前面你讲过的那些话，它都会把它全部记得起来。再来呢，是它的多模态能力呢，基本上它就是把这个超长上下文跟多模态能力这两个能力给结合起来，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模型呢，是同时具有这两个特色的。那这个多模态能力呢，是真正的能够看到东西，它是真正能够理解图片，就是它不需要调用任何额外的工具呢，它就能够真正的看到图片，真正的能够看懂这些声音啊、画面啊、影片啊，这些就是它最大的一个突破。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改变呢，让这个 Gemini 3呢，它在处理影片、处理图片上面呢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因为它是真正能够理解的。这个我们后面会谈到更多啦。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它其实在推理模型上面也有一些创新，就是现在最新的这个架构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叫做 Tree of Thought，就是之前我们在讲的方式叫 Chain of Thought 嘛。简单来说，就是模型会有一个思考的一个路径，比如说我思考了第一步，我才会去第二步、第三步，这样子慢慢的思考下去，慢慢的推理下去，最后给你一个更加好的一个答案。但是现在呢，它的做法是，比起之前的是一条线的方式呢，现在是同时间会有像是一个树状图的一个方式去做展开。也就是说，每一个思考呢都会延伸出很多不同的分支。也就是说，它通过这开枝散叶的方式，比如说现在遇到这一个步骤一呢，它会产生了可能5个可能性，然后这5个可能性可能又会再延续另外的5个可能性。所以当它这样子不断的延伸下去呢，它就能够从各种各样的答案和各种各样的猜测当中呢，去选到最适合的那条路，最后它的决定是那一条路。也就是在这过程中呢，它其实是允许这一个模型呢，它去做反悔，或者是比如说它可以去回溯之前走的，可能这一步是不是选错了，它可以重新回到刚刚的那一步，再从那一步去选一些新的可能性去走，而不是像之前的只有一条路的方式，就是错的话，中间只要有一步是错的话，就会一路错到底了。但是现在有了这样子一个更加保障，或者是让 AI 更加多的去思索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基本上这是他们做出的一些突破。那我们来看看这些谷歌的这些产品的领导人呢，他们是如何看待 Gemini 的。首先呢，就是这个 DeepMind 的 CEO 负责人呢，他叫 Demis Hassabis。那这个人呢，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天才啦，然后基本上所有的现在谷歌的整个 AI 的团队呢，都是由他来领导的，所以他是对于整个所有的 AI 的成果以及 AI 的模型的训练的方向呢，做最终的那一个决定跟选择。所以他是目前为止我可以讲是谷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了。那他就有被采访到，就是关于这个 Gemini 3的一个进度，就是他会认为这个跟他们谷歌想要追求 AGI 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就是目前为止这整个节奏啦是完全落在他应该要落在的点上面，就是能够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的。所以他目前觉得这个 Gemini 3的这个进度是非常好的，他并没有落后他们本来的想象，或者是提前他们的想象，他是刚刚好就落在这个 Gemini 3就是刚好是我的整个发展路径上面。现在我觉得他应该走到这里，他就真的是发展到了这里的一个程度了。他当然他也有说，就是对他来讲 AGI 还是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而且中间可能要再经历可能2到3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才能够真正到达 AGI 的一个程度啦。所以这个是他对目前为止整个 Gemini 3的一个看法。
那另外呢，这个 Google Gemini 的这个产品的负责人呢，他就是 Josh Woodward。那这个 Josh 呢，他就认为呢，其实 Gemini 3最强的地方是，他回答的方式呢，会用更简单的一些语言，或者是更直截了当的一些语言去回答你，让所有的用户都能够更加清楚，或者是能够理解一些更深层、更简单的 concept。就是他不会是很像掉书包的方式，就是给你一堆很复杂的语言，给你一堆很复杂的一些文字，让你很难理解这个东西在讲什么。就是这个 Gemini 3的性格呢，就是要真正能够帮到你的，所以他会尽量的提供你一些有帮助的数据，而不是去讨好你，或者是去让你更加的 confuse。这个是他们调教 Gemini 3想要他的前往的一个方向，所以他会给你很多更直接的一些回馈，他的回答会非常非常的直接，他不会跟你拐弯抹角，他也不会去掉书包，让你看到一些很复杂的一些文字，他会给你一个非常直截了当，同时间非常有帮助的一些回答。那我们接下来来聊聊，就是具体上 Gemini 3到底提升了什么地方？那刚才讲到的其中一个点就是关于它的 coding 能力的提升嘛。那这一次他们其实也有发布了这个叫做 Google Anti-Gravity，它就是开发了一个新的一个 agentic 的平台，让大家可以去做vibe coding 这样子。那基本上 vibe coding 呢，我会觉得目前在市场上也是非常饱和的，但是呢 Google Gemini 依旧想要做的东西，就是它依旧想要推出一个类似行业的一个产品，至少显示它没有落后。同时间呢，它的这个产品也可以感觉到真的是保持第一梯队啦，这个是目前为止它在 coding 方面的一些进展。但是如果你从它的 benchmark 上面来看呢，其实它在所有的 benchmark 都是碾压其他的对手，就只有在这一个 coding 的部分呢，是目前为止还是输给 Claude 4.5的。也就是说，其实 Claude 在 coding 上面真的是走得更加的远，但是呢，可以感觉到 Gemini 已经是追上了第一梯队。但是其实从这3个月的发布里面，就是可以感觉到大家对于这个 coding 的能力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基本上都已经提升到了蛮不错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 vibe coding 或者是对于写 coding 的人，或者是对于像我这样子完全不会 coding 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展。就是可能现在开始是更加是时候让你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做到 coding， 就能够制作自己的一些工具，就能够制作自己的一些 software。所以我觉得，其实，在 Gemini 3出来之后呢，我们应该花一些时间去真正的研究到底怎么样做 vibe coding。再来就是我整个过程中感受最大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多模态能力。更加明确的说呢，就是它现在是真的能够看见了，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个 AI 真的打开了这个眼睛。简单来说，就是我现在可以丢给他很多不同样的照片，比如说我现在遇到这个状况，我都会直接 screenshot， 或者我直接拍照，我就会直接问他，让他去做回答，让他去做推理，让他去给出一个答案。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它非常非常的强的。包括像他们自己也有在发布中，就是有多次强调，就是现在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可以 upload 一个你在打 pickleball 的一个影片，它会告诉你你的手势是不是正确的，你的整个姿势是不是正确的，你的用力的方式是不是对的，或者是你想要继续进步的话，你可以怎么做。所以在这一部分呢，像我自己也有测试，就是我把我最近跳绳的影片我也交给他，他也就直接分析了，诶，其实你花了很多力气在跳，所以这个会让你其实浪费了很多力气，所以他就给我一些建议，就是诶，其实你不需要跳得太高。这些的过程中，我从头到尾都只是建立在我把我的一个影片传上去罢了，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分析的，我没有给他任何的资讯，他就直接能够看到了我在跳绳的影片，并且仔细的分析了我的这些知识，给予我一些建议，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震撼的啦。当然也有很多人用它的地方，比如说他们会拿一些历史文件，比如说就是这些历史的字迹是非常非常的乱，或者是甚至可能不是这个年代的一些字，或者是可能以前的写法，他让这些东西让 AI 去分析。那这个 AI 呢，因为真的能够看见，加上它有这个推理模型，能够去可能全世界的资料库或者是他自己的资料库里面去找相关的一些知识点，所以其实基本上最后回答的那个答案的那个满意度呢，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满意，或者是真的是非常惊艳，他真的能够回答这个东西。就是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进步呢，其实我自己有深刻的感受到，他现在开始在改变我的使用行为了。最大的一个改变呢，就是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不使用纸和笔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现在竟然会拿起纸和笔来使用了。就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纸和笔是一个很难被储存的一个资讯，就是我可能写得很不错之后呢，但是它没有办法被储存起来，就是它可能会遗漏在某个地方，或者可能因为我在travel 的过程中它会不见也好，我会觉得纸和笔它是一个非常效率非常低的，它不能够迭代在我本来的一些资讯库里面。加上因为我很懒惰写字，同时间我也很不喜欢画画，就是我画画很差，所以我会觉得纸和笔是一个很无效的方式。
但是呢，这一次就是当我在一些头脑上面卡关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想到我其实是可以拿起纸和笔的，所以我就真的拿起纸和笔开始画我的一些想法。我发现在这画的过程中，它是非常直觉，而且非常能够帮助我整理我的思绪、整理我的脑袋。所以其实纸和笔还是有一定的用途的。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储存它。但是呢，在 Gemini 3出来之后，这一切都变得不是问题，我就直接把我的这个画好的纸的这个资讯呢，画得很丑、很凌乱，写得很乱。我就直接丢给 AI，我就想要测试它的能力，我就直接问他，请问我的这张图在说什么？可以给我更多的一些建议吗？结果他出来的答案出乎意料的好，就是完全符合我想要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到这个东西可能是由其他的人来看哦，可能都看不懂的东西，但是他看懂了。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为什么他看得懂。当然就是前面提到的第一个东西，是因为他真的看得见；再来，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知识库；再来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忽略的点，就是因为他现在对于 memories 的方式，我觉得加强了很多。就是其实，在 Google Gemini 有一个 preference 的一个选项，或者有一个 setting 呢，就是专门能够让 Gemini 去了解的。就是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呢输入一些资讯，比如说你告诉他，这也是可能我的工作是做这个的，或者是我的家里有这样的一些成员，或者是我在家里通常会做的行为是什么。你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偏好呢，你可以全部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我最近感觉到在 Gemini 3 Pro 之后呢，它一定会参考这个地方，所以就变得是他在非常了解我的情况下面才开始去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即使他今天只看到我画的图，但是因为他大概了解可能我做的行业是这样子，或者是我可能最近在设计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他会直接的判断出来现在我可能要的是什么，所以就导致他猜的那个答案非常非常的精准。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震撼的。但是我也从这个答案中理解到，它其实另外一个优势就在于它前面提到的这个超长上下文，它现在能够去看到很多很多的资讯，它能够阅读很多很多的一些资讯，同时间它记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记得我曾经跟他说过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导致了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我推荐大家去试玩的，就是应该多去测试它的这个视觉的这个多模态能力，同时间呢，也应该去看看这个记忆的这个功能。那接下来我们再谈到，就是当它的视觉能力跟它的 coding 能力加强之后呢，现在他们就直接推出了一个叫即时的一个 UI 的一个设计。简单来说，就是它现在可以帮你视觉化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是我会觉得是这次 Gemini 发布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基本上概念就是我现在只需要给它一个 prompt，它可以马上帮我生成一个 software 的第一个版本，或者是它可以直接帮我生成一个可以用的一个工具。甚至很多人，比如说可能用它生成一些图片，这些图片是可能可以360度去旋转，可能可以放大，可能我们做一个人体的架构图，我可以放大去看人体的每一个部位或者是每一个骨头，它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只需要使用一个 prompt 就可以直接让它做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3D 的一个互动的教材。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它在视觉化的这个能力很大幅度的一个提升。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我现在可以把我的所有想象的东西都先让它视觉化出来。有了这个视觉化呢，因为我们看见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很快速的调整到底怎么样让我的这个东西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就是它其实在我的想象力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帮助我很多。就是比如说今天我想到，诶，我可能最近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系统，我就可以用我的纸和笔画出来，我也可以直接让它帮我去延伸更多的可能性。我可以直接让它视觉化这整个工具出来给我，让我看一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哪里不符合。现在我的整个思考不再只停留在我的头脑里面，而是因为它的关系呢，让我真的是能够用眼睛看到具体上可能呈现的一个雏形是怎么样，或者是一个 first draft 是怎么样，而这个东西它就会直接影响我后续的一些判断，甚至是加快了我整个去开发某一个工具，或者是它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开发工具、开发 software 的一个人。就是我现在不再需要学 coding，我都能够很简单、很快速、很容易的就能够开发一个新的 software。我觉得这个在视觉化的这个能力上面是这次 Gemini 提升最大的一个能力之一，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应该真正去关注的。那再来最后一个呢，是关于 Google Search 的一些进化。具体来说，就是它在 Google Search 方面呢，融入了它最新的这个推理模型嘛。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它对于你用户写的这些 prompt，你写的这些问题呢，它能够进行更深程度的一个了解，还会去了解到底你的意图是什么。然后它在搜寻的过程中，能够比以前找到更多以前找不到的一些资讯，或者是能够更加找到你需要的一些资讯。基本上，它是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去强化它的 Google Search 这个产品，让 Google Search 这个产品
能够跟上甚至超越，就是可能我们在讲的 ChatGPT Search 或者是顶尖的一些 Search 的一些工具。这个是目前为止，因为我还没有办法使用啊，但是我会非常期待这个功能，毕竟 Google Search 它是免费的，所以如果今天还强到一个程度，它能够给出的这个答案跟 Perplexity 是差不多的，或者是超过 Perplexity，那我会觉得它本质上面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而且 Google Search 呢，在未来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是我的一些想法。同时间呢，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现在可以更加了解多模态嘛，所以不管是你给它一张图片，让它去做搜索，它能够给你出了你的答案的那个质量，或者是它能够让 Google Search 不再只局限在给你文字的答案，它现在可能可以直接给你一个图表的答案，甚至可以给你的一个结果，比如说它就是直接帮你做一个游戏出来，让你看到这个游戏应该长什么样，或者是比如说你想了解可能月亮的整个架构，它会直接变成一个互动的一个图片，让你去从不同角度去看月亮，这样子，这也都是让 Google Search 得到了一个新的进化，就是我不再只给你文字或者是 link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而我是直接给你一些更多可能性，因为我的重点从来都是帮助你解答你的疑惑，帮助你获得你想要的答案，帮助你找到那个最准确的资讯。那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就是 Gemini 3呢，我目前为止这几天使用下来的感受，真的是让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强大。实际上，我会觉得我现在开始把很多任务呢，从 Claude 呢，其实移到了 Gemini，或者是从我已经取消订阅了 ChatGPT，我现在只是在使用 Gemini 跟 Claude 这两个方案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到 Gemini 真的是能够回答更好的一个答案，或者是它帮助我思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重点。今天我很多时候呢，我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我不够完善的想法，我其实是需要 AI 帮我验证，或者是给我一些更好的建议。但是我发现到 Gemini 真的是能够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让我理解某一个 concept，或者是帮我加深我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会觉得是在这样子理解一些概念，或者是比如说我最近做一些 planning 的部分的时候呢，Gemini 3真的是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些帮助。当然，如果你要生成一些很长的内容，或者是比如说你要它针对一个题目给你20个选择，我会觉得 Claude 或者 ChatGPT 会更好用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只是想要了解某一个资讯，或者是想要 AI 真正的能够提供我们一些帮助，我觉得 Gemini 3在这方面真的是超级强。所以我其实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结论，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就是有人分享到，就是他觉得 Gemini 3呢才是大家心目中想象的那一个 ChatGPT 5。就是我们以前之前都会期待 ChatGPT 5几时要发布嘛，然后我们期待 ChatGPT 5会有一个非常质的一个提升，或者是真的是在我们的使用的一些感受上会有很大幅度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我们在 ChatGPT 4的时候呢，就一直很期待 ChatGPT 5会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因为那时候我们觉得哇 ChatGPT 4已经这么强了，或者是它的 O3已经这么强了，等到它出 ChatGPT 5的时候，一定是会有一些让大家更加震惊、让大家更加兴奋的一些使用方式和使用感受。但是呢，ChatGPT 5出来之后没有，但是 Gemini 3却找到了这个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的贴切的。Gemini 3就是我最近使用过最让人震惊、最让我重新思考什么是 AI 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模型。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拜拜。